原来有钱人都这么做。作者托马斯 ·J. 斯坦利，美国乔治亚大学商学院教授，营销学专家，获得过国家领袖荣誉学会 Amgrad Kappa 的杰出教授头衔。他的作品被国家媒体引用，包括《华尔街日报》、《纽约时报》、《福布斯》、《财富》、《时代》、《金钱》杂志、《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》和《今日美国》。作者针对9947个家户的户长以及1516个中小企业主进行研究，并纳入美国国税局的收入统计资料。结果发现，绝大部分的有钱人，净资产超过100万美元的人，都是靠着日积月累的努力达成致富的目标。他们并没有中乐透或继承遗产，他们只是采用一套自律的、有系统的财富累积方法，终于达成了财务自由。作者令人信服地证明，行为可以改变环境。在今日低薪微利的环境下，要依靠自己的力量致富，我们必须要相信，累积财富的能力多半是后天培养出来的，不是先天优势。培养出有利于累积财富的行为特质，破除阻碍我们致富的迷思，逃离为生存而工作的陷阱，提防他人对自己理财态度与行为造成的影响，坚持谨慎消费的原则，仿效对财富敏感者的消费模式。作者以大数据展现了这些有钱人共同出人意料的节俭个性。这本书的中心思想很简单，就是储蓄。作者认为美国许多高收入分子都过度消费，造成资产不足。作者统计了许多有钱人，依照他定义是资产在100万美元以上的家庭，发现大部分有钱人都很节俭。前半本书，作者举出了许多统计资料来帮读者描绘出大部分有钱人消费方式。作者穷20多年光阴研究人们如何致富。一开始，作者对居住在美国高级住宅区的人进行问卷调查，一段时间后发现了一些奇怪的现象。许多住豪宅、开名车的人实际上并没有多少财富。然后更奇怪的事出现了，很多真正的有钱人根本不住在高级住宅区。透过研究，作者开始找出有钱人是什么样的人，有什么共同特点。例如，有钱人开什么车，住什么房子，穿什么衣服，日常的消费习惯如何。从这些调查中找出有钱人的特征，继而使读者可以从中学习，靠着自己的力量翻身做个有钱人。他针对美国总资产超过100万美元，用1996当时的汇率换算，对富裕阶级进行大规模调查。结果发现，真正的有钱人其实很少买法拉利，会把坏掉的鞋子或家具修好继续用，住的房子是中古屋，而且非常珍惜与家人相处的时光。这样的结果与我们想象中的有钱人大相径庭。事实上，微软公司的创办人比尔·盖茨 Bill Gates 虽然有多到花不完的钱，他在搭飞机时却是坐经济舱。据说曾经有人问他，为什么像你这种大富翁还要搭经济舱呢？他回答，就算搭头等舱，抵达的时间还是一样的。而 Facebook 马克·祖克柏 Mark Zuckerberg 则是开本田汽车的小型房车上班。没错，亿万富翁的花钱方式非常合理。据作者调查，美国80%有钱人的财富不是因继承而来，他们都是第一代有钱人，凭着自己的力量一步一步成为有钱人。会花大钱不代表是有钱人。作者毫不保留地让我们看到，有钱人之所以有钱，是由于自我牺牲、节制度日、勤奋工作。这些特质被高消费社会明显贬低的，作者却告诫我们，买好车炫耀洋洋得意，那只是一辆车，不代表因此坐领高薪者。如果是个月光族，没有累积到财富，根本不算是有钱人。思维决定格局，格局决定你的未来，而改变僵化思维方式，就是听取成功人士的成功之道。作者归纳出以下的结论，让人可以参考。致富的7大元素，富人通常遵循一种能够帮助他们累积财富的方式生活。在调查过程中发现，这些人有7大共同特性。他不是在教人如何靠某些生意赚大钱，是在告诉人，真正的低调有钱人是如何过活的。而且他们大部分的人都不是处于高薪阶层，却能够靠节俭、投资，让他们的最终财富远胜于平均中产阶层。这也是本书的重点。人可以忍受一时的穷，却不能不努力为未来的生活做好财务规划。致富的方法很多，
但本书只能详细描述其中几点，包含节制的消费行为、专心存钱、勤奋的财务管理。事实上，要做到财务自由，靠的是每个人自身的努力加上运气，天时地利人和缺不可。但本书中也有些共同的道理，里面的一些观念对于想要改变自己财务状况的人来说，很值得学习与借鉴的7大元素。有钱人会量入为出，他们对金钱的资源都是量入为出。很多人都以为高收入就是有钱人，例如医生、牙医、会计师等等。但是真正有钱人却不是这么认为，他们认为赚到的钱还算不上是自己的财富，只有真正能留在身边的钱，才是属于自己的财富。这些有钱人会刻意营造一种不够钱花的感觉，每个月都会将一大部分的收入放入储蓄或投资，剩下的钱才会做日常费用。他们并且会定位每年、每月、每日的人生目标，并且将自己的财务围着该目标去设定。简单来说，有钱人的节俭不是什么都不花费，而是将不必要的消费减去，例如名牌手袋，继而将留下钱去做更有价值的事值，例如子女的教育、公司的业务等等。成为有钱人的首要目标就是制定攻守兼备的财务规划，持续增加可以自由分配的财富，投资在自己能够让资本成长的将来。有钱人能有效分配时间、精力、金钱，以达到建立财富的目标。当累积到一定的财富之后，有钱人会有效运用财富去产生更多的财富。什么是有效运用？有效运用的定义就是可以将手上的资源有效的发挥，从现在的$1变成将来的$10。如果只存钱但没有投资，最多是守财奴，远远算不上是有钱人的经营思想。相比起一般人，有钱人每月会花更多时间去做财务规划、财务预算，去研究投资工具，当中至少有20%是放在股市。如果你以为他们是股票市场杀出杀入的常客，那就错了。他们会花时间仔细研究少数的股票，并在合适时间买入便宜货。而超过40%的有钱人都是持有股票至少超过1年的时间。如果再仔细计算，他们每月大约也只是花8小时时间去做财务规划，但已比很多人多了。透过有效的计划，他们很少因为财务问题而需要大幅度的改变生活习惯，往往是循序渐进的改变。相反，对于那些超炫理财族，表面上没有时间去做财务规划或去学习投资，但又有时间去任意花费，就算是投资，也只是将投资交给证券交易员，由这些不知道能否信任的人士去看管自己的财富。重要是这些交易员自己也不见得能赚钱，因此很多钱给人操作就打水漂，无法帮助自己做最好的决定。有很多人超逊理财族，他们需要名车去衬托名表，社会地位更加重要，有很多人超逊理财族，他们为了拼凑一个成功人士的形象，为了让得到外在的社会认同，看上去值得信赖，他们往往会花费很多钱去购买自己不必要的东西，例如名牌时装、名车、豪宅、名表一样。再加上买了名牌时装，需要一只名表去衬托，之后需要名车去衬托名表，慢慢的花费越来越多，直至入不敷之外。再的风光养成了高生活水平模拟下降，最终换来的是财务上的脆弱。一旦遇上事业或金融风暴，他们往往直接跌下破产源。事实上，对于有钱人来说，他们重视的不是外在的成功形象，而是真正的经济独立，财务上自由，让自己不会因为失业、生意经营不善、金融风暴或生病而导致家人的生活水平降低。对于他们来越透过稳健的财务去保持满意的生活质素，比起表面风光更重要。他们不会购买不必要的东西，有时甚至愿意购买二手车、二手物品，去剩下更多金钱，去做更重要的事情。有钱人知道实力比表面面子跟地位更重要。第4个，选择有利于自己的职业及抓住市场机会。他们认为打工才是最大的风险，依靠雇主的单一收入来源，反而创业却可以吸纳很成千上万的客户，每一个客户都是一个收入来源，相对的更安全。因此很多有钱人都是从雇员中学习经验变成自己创业的老板。作者表示，经过研究，没有哪一个行业特别显示特别多有钱人或者特别容易致富，每一个行业都有特别富有的例如，而致富的关键
个人的性格特质比行业更为重要。有钱人往往清楚了解到哪些行业、哪些职业是自己特别热情和对自己条件特别有利，如此更加容易赚取更高的收入。选择怎样的工作也和财务自由有重大的相关性。关联你的工作薪资如何，在哪里上班，要做多少才能赚到一定程度的收入等等，这些都需要结合自身的财务计划来评估。且许多富人其实除了全职工作外，还另外经营副业，又或者达到财务自由后依旧急忙工作。并非薪资低的工作就无法达到财务自由，而是进度会比较慢。如果能增加收入，同时也节流，速度将会加快许多。因为他们极度喜欢自己的工作，变相对自己工作要求比一般人更高。对于拥有热情事业的人来说，他们没有收工的概念，只有如何将工作做到更好的概念，慢慢的一点一滴互累积，继续赚取更多钱。5. 制定一套攻守兼备的财务策略，记录自身一切有关财务的事情，自己具有哪些优势、劣势，为自己量身定制一套计划，并将储下来的钱投资到有价值我投资项目。只有当你将这些优劣势都摊开来比较，才能更清楚知道自己未来该如何规格财务计划。就连自己该如何改进都不清楚，哪里可以增加收入就该去努力。简单来说，成为有钱人不是一朝一夕的事，在执行上需要有耐性去经营自己热情并有利基的事业。第6个，有钱人有一套有钱信念。有钱人有一套信念，积极向上、热情的能量支撑住他们变得更有钱。当遇到困难时，有更大的韧性反弹，再攀爬更高。对于有钱人来说，他们相信自己的命运是掌握在自己手中，而不是在其他人手中。他们相信靠自己尽力能解决一切问题。他们相信成为 CEO 的唯一方法就是成立一家公司，并让自己成为 CEO。他们相信自己能够赚取的钱是没有上限的。他们相信每天面对风险和逆境，能锻自己更坚强、更有勇气、更有智慧。得到的经验会让自己更有能力去面对未来的未知之数。其消除许多关于财富的迷思。关于财富的迷思包括仇富观念1。很多人仇富，认为有钱人都是邪恶的，都是占我们便宜，却忽略了这些有钱人也是白手起家。仇富是无法让我们致富的了，以为收入就是财富。事实上，收入当中只有你存下来的部分才会是你的财富。月入10万也月花10万的人，绝对无法达成财务自由的。我们该做的是向他们学习，要想想如何才能利用自己独特的背景与才能来创造财富，获致成功。作者告诉美国人，只要节俭且认真工作，就可以实现变成有钱人的美国梦。书中强调，统计发现，净资产大于100万的美国家庭，80%都是白手起家自行创业。虽然有钱人大部分都是自行创业，但其实大部分创业的人都是失败收场。最后，作者也同意，选择拥有专业的工作还是比自行创业风险来得低。毕竟我们不能决定自己出生的家庭，也不能决定出生的年代。变成有钱人的方法就是储蓄，但储蓄不可能光靠节俭就能达到。一个年轻人月收5000，但要花1半薪水，奉养没收入、没工作能力的父母，都是没有任何机会变有钱人。所谓储蓄的先决条件是要有高于平均的收入，且没有家累，才有机会达成。毕竟美国的薪水全世界最高，一个卡车司机6万人民币的薪水，7万工人也有3到4万人民币，工程师大约有60万人民币的年薪，所以只要他们肯判是比较有机会的。所以美国人可以认同储蓄的重要，甚至觉得书中美国有钱人平均15%到20%的储蓄率根本不够，我认为要30%才算足够。事实上，美国人平均的储蓄率不到10%。显然已是美国国安问题，因为国情不同。但是对于目前有财务问题的人，也可以引以为戒。本书值得我们学习，将其浓缩成一句话，就是不论打工或投资，先储蓄，然后利用工作技术等等开发资源，将储蓄的资本变大，进而累积到变成巨大，成为有钱人。埃隆·马斯克评价本书为非读不可的好书，与大家分享。作者狐狸威哥。